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在1990年的12月的一天呢，位于北极圈附近的一个村庄的上空突然出现了神秘的蝶形飞行物体。但是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呢，这个神秘的蝶形飞行物体呢，似乎与村庄内的迪克森小屋呢是有关联的。此时呢，夜幕降临下的迪克森小屋不仅出现了令人恐惧的强大磁场，而且还产生了无法解释的被称之为极光的光芒。据传说呢，这种现象跟苏联的一项绝密实验是有关联的。那么这一项绝密实验呢，在扭曲时间线后呢，疑似能够看到过去与未来，并与高维的生物取得联系。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讲科基列夫实验。早在1946年苏联的物理学家科基列夫呢，在脑场理论进行研究时呢，这个脑场呢，就是万有引力、电磁力、弱作用力、强作用力之外的第5种力。于是呢，他们就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当他检测到一颗距离地球较远的恒星自转所产生的这个脑场之后呢，就得出这颗恒星在未来将要运行的位置，就发现那里呢，同样可以检测到该恒星的脑场。于是这个科基列夫就提出了一个关于时间的大胆的假设，他就认为时间其实也是一种物理的能量，是宇宙中一切活动的基础嘛。不仅拥有不同的密度和速度，甚至还可以加速、减速以及反向移动。而所谓的过去、现在、未来，其实仅仅是人类的主观描述而已。实际上，它与我们现在都是处于在同时的存在的一种状态。所以在之后的数十年的思考和尝试中呢，这个科基列夫就成功的用一个能改变扭曲光线的凹透镜呢，在微观层面上将时间扭曲了近10秒。于是呢，科基列夫便由此使用了一块巨大的铝制的凹面镜，制造了一个能够反射电磁能的机器，名叫科基列夫实镜，以此呢来实现对时间能量的反射。而在装置内的人呢，则会处于时空连续体的多个点上，最终会感知到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但诡异的是呢，正当该装置将要完成之时呢，科基列夫呢却突然神秘的离奇死亡了。而科基列夫去世之后呢，这项实验呢也就进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停滞期了。直到新西伯利亚的科学家们认同并接受了科基列夫的观点之后，才开始重启实验。他们为了达到更好的研究效果呢，居然在这个科基列夫原有的实验数据上制造了一个特殊的设备，并称其为科基列夫反射镜。随后呢，他们在欧洲、亚洲、美洲等多地呢设置了多个测试点，并召集了5000多个人来进行这项实验。科学家们将实验的设备制造成了多个不同的版本，有垂直的铝制圆柱形的设备，也有螺旋形的铝制设备。那每个不同的设备呢，对应的实验的目标也不同。最终形状的选择呢，会取决于实验的目标。在一切都准备就绪之后呢，实验的2个基地的科学家们定了下来，一个是新西伯利亚，另一个呢是靠近北极的迪克森了。科学家们在新西伯利亚制造了首个装置，那第2个装置呢则被搬到了迪克森，也就是开头迪克森为什么会出现诡异现象的原因了。由于这个迪克森靠近北极嘛，周围的能量本身就是因为极地的原因而超乎常人的想象，所以科学家们之所以会将第2个装置搬到这里也有想要借助北极能量的一种意思嘛。然而呢，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当这个科基列夫实镜在这里启动之后却发生了让他们意想不到的现象。那是在1990年的12月24日科学家们在这个迪克森小屋居然启动了科基列夫实镜。他们在铝制的镜子装置上绘制出了3个古老的符号，也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然后呢，让参与实验的人将铝制实验装置呢套在自己的头上来参加实验。原本的一切都按照研究呢既定的轨道在发展，但不知道从哪一刻开始呢，镜子装置的周围居然描绘出了一个强大、具有极强恐惧感的一种场域。据实验人员来说呢，当时他们靠近镜子的时候内心会感受到不受控制的升起一种莫名的那种浓烈的恐惧感。但只要他们离开了镜子呢，这种由内而外的恐惧感呢又会彻底的消失。就仿佛在我们潜水嘛，到达那个深海的时候那种莫名的深海恐惧，与那种感觉就很像。除此之外呢，科学家们还发现在实验开启之后呢，村庄的上空居然出现了神秘的飞行物。这种神秘的蝶形飞行物体呢，每每只要实验开启就会盘旋在这个村庄上空，但是只要实验关闭呢，它们又会拖着长长的尾翼呢迅速离开。
就在科学家们思考这些神秘的飞行物体究竟是什么的时候呢，又来自哪里的时候呢，镜子里面的空间却产生了无法解释的光芒。一时间呢，这个光芒自迪克森小屋蔓延开来，在上空居然形成了诡异且美丽的极光。很长一段时间呢，当地的居民都在谈论这起怪异的现象，但只有身在其中的科学家们知道，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就是因为镜子装置内部的符号回应了地球的信息场。那么科学家手中的镜子为什么会如此的神奇呢？实验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呢？科学家们最终实验成功了吗？在科学家们手中的镜子呢，之所以会如此的神奇，是因为他们从镜子中看到了普通人不曾看到的东西。早在公元前罗马时代彻底消亡之前呢，镜子便已经成为了科学家手中的一把武器。力学之父阿基米德呢，曾利用许多面普通的小镜子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凹面镜。然后呢，这面凹面镜对准了罗马军队的军船。当时谁也没想到的是，就是这面毫不起眼的镜子竟然隔空呢将罗马船只焚烧殆尽。凹面镜的力量就始于此，却从不止于此。就像现代的望远镜太阳能电池一样，将巨大的能量聚集在一处，然后产生光和热，这就是凹面镜的功劳了。而在魔术师的眼中呢，凹面镜是可以提高人的透视能力的。甚至于还能够通过透视凹面镜看到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一说法呢，并非是空穴来风，因为早在13世纪呢，罗杰·培根就预言了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据说罗杰·培根本人曾经提到过一句话，那就是我是从凹面镜中看到的。结合关于凹面镜的种种呢，很多人就猜测，这个罗杰·培根之所以能够预言未来呢，跟凹面镜是有很大关系的。正是因为这些事件以及观点的存在呢，为后来的科基列夫实境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那么科基列夫是如何发明和看到未来的这种实验的呢？科基列夫呢是一位声名显赫、前途无量的科学家，但是却因为提出了这些打破常规的理论而被送进了监狱。他的研究呢总是具有前瞻性。当时他还提出并扩展了恒星大气层理论，发现了太阳黑子是由恒星磁场所导致的。他成功预测了月球的表面是没有磁场。以上的这些发现呢，后来都被苏联和美国的太空探测器所证实。那在监狱的日子里呢，这个科基列夫苦于没有数据不能够进行一些实验呢，没有想到有一天呢，一本书居然被送进了他的牢房，是一本关于天体物理和恒星天文学的一个书籍。至于是谁送来的呢，直到他出狱也没有人告诉他。而他渴望书籍里的数据呢，仅仅用了2天时间就读完了这本书。但是很快呢，这个监狱长知道了这件事并没收了他的书籍。那科基列夫呢，当时还被扔进了禁闭室。尽管这里的环境阴暗潮湿，他居然还可以利用那本书中获得的数据呢，在他的大脑之中构建一系列的方程式和数学。为了证明他所提出的因果力学不是伪科学呢，他需要制造出一种可以影响时间机制的设备。突然呢，他灵光乍现就想到了很多传说中所提到的镜子。那么在很多电影中镜子很容易被描述为通向其他世界的通道，因为在古代时候呢，人们就认为睡在镜子前面会导致灵魂通往另外一个世界，所以很多时候大家都是被禁止睡在这个镜子前面的嘛。应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很多老人也跟我们说过。而科基列夫就认为呢，镜子里的世界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并不是一种神秘的无稽之谈。于是呢，他就开始设计了一个通过镜子来影响时间机制的设备。一个不仅能够捕捉时间，还能够反映时间能量的装置呢，居然在他的脑海中就逐渐形成了。他选择用大块的铝片呢作为镜子的材料，然后扭曲成为螺旋状，以便呢反射和折射镜子内部出现的任何能量，包括人类的意识能量。所以这个装置呢，最终被命名为科基列夫镜。他之所以会构想出这样的装置呢，就是因为受到了过去几个世纪的科学家的影响。他就说呢，有一种叫做诺查丹马斯的设备曾经出现在了达芬奇诸多神奇的创造之中。因为诺查丹马斯本人就是一个预言家，曾经预见了希特勒计划和苏联的解体，甚至预见了广岛和长崎的核武器的灾难。所以可见这个诺查丹马斯是不是也曾经在比如说镜子或者是水面的一些反折射中看到了一些未来的场景呢？而科基列夫呢，于是就准备制造出这样的设备，决定不惜一切的代价来获得自由。但是命运呢，总是跟他开玩笑嘛。由于在监狱中开展科学活动呢，他又被加刑了10年。随后政府呢认为跟科学有关的犯人都是极度危险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嘛，很是封建嘛，所以经过法庭的审查呢，最终他居然被判为了死刑。然后呢，就在科基列夫被送往刑场的时候呢，
天气居然突变，而导致了执行枪决的人员未能够到达现场，所以他呢死里逃生。当时呢又赶上了需要大量的囚犯从事体力劳动嘛，所以枪决的命令呢就被取消了。那从那个时候起呢，科季列夫又开始了监狱生活。后来呢，经过很多科学家的努力呢，居然在1946年，科季列夫终于恢复了自由之身。出狱之后的科季列夫呢，只关心自己时间的理论，他决心呢，将在监狱中在他那个脑海中获得的那个成果付诸于实践。出狱之后，他通过监狱中构想出的关于恒星内部结构的论文，就拿到了博士学位，并马不停蹄地回到了天文台工作。期间呢，还写了一本关于时间理论的博士论文的续篇。而这本书呢，很快就引起了苏联和国际科学界的广泛讨论。他渴望向学生们展示如何在实践中掌控时间。更重要的是，他继续在这个迪克森村庄呢进行验证他的理论实验。这里呢，也是第一个证实科季列夫假设的地方。和他一起工作的科学家都记得科季列夫设计出了一套镜子系统。按照图纸呢，他们当时还原了那个系统。他们准备还原科季列夫实验呢，来证实他的理论。当时呢，大约有5000名志愿者参加了这个实验，他们分布在了世界各地。那实验的目的呢，就是证实时间是一种物质的假设。通过这个装置呢，任何的信息都能够在同一时间瞬间的传递到宇宙的每一个角落。起初呢，志愿者们都是兴奋的，但是准备工作开始不久之后呢，就有志愿者们开始担心起了这个装置，因为戴上之后呢，他们都说这个恐惧感是异常明显的。最终呢，还是有人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呢，在所有的仪器都连接好了之后呢，就进入了装置。装置启动之后呢，在实验室的上空就出现了奇异的极光。其他的志愿者呢，都被要求立刻进入实验状态。那在实验开始前的5分钟呢，志愿者们就收到了一份由77个不同文化和民族的符号来组成的表格。那计算机呢，会从这些符号中随机挑选3到5个，但是所有的志愿者都不清楚哪些符号会被选中嘛。那在镜子的装置里的人能够看到计算机选择的符号，那他怎么看到呢？他就需要这个集中精力和注意力，用精神把信息传递给每一个参与者。然后呢，就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这个志愿者在规定时间内就来查看这个万符号之表，也就是这77个符号需要在纸上写下他们认为在镜子中人员想要给他们表达和传递出来的符号。所以实验结束之后呢，他们会把写下的符号放进密封的信封里面，然后寄给迪克森实验室。随后呢，科季列夫镜呢，有些参与者被告知打开电视或收音机，结果呢令人震惊，符号的匹配率居然高达95%。尽管这些志愿者呢都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那为了实验科季列夫镜能否看到过去的时间呢，科学家们将特定选择的符号还传送到了距离发送基地400公里的小镇上。接收者呢，居然是一群孩子。在实验的过程中呢，这些孩子均被分割开来，而实验结束之后呢，呈现出的效果却惊呆了科学家们。据说当时的63号符号的图案就出现在了很多的孩子脑海当中，其中一个孩子更是画出了当年萨满国在河上祭祀的场所，而这些孩子呢，正是曾经萨满国的后裔嘛。那古老的过去居然通过科季列夫实境呢，在孩子们的脑海中恢复了一点讯息。那这个发现呢，当时就让所有人立刻兴奋了。既然科季列夫实践可以让人知晓过去，那么通过科季列夫实践应该也是可以知道未来的呀。此时呢，有很多人都相信罗杰·培根的精准预言就是通过科季列夫实境而达到的。根据参与实验的人称呢，坐在科季列夫实境时呢，他们的思维状况跟现实里是很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呢，他们甚至能够感觉到自己穿越了；有的时候呢，又会感觉到自己在被什么东西注视着。而科季列夫出狱之后呢，由于他当时着急要证明时间理论和时间旅行的可行性嘛，就遭到了同行的排斥。因为在科季列夫所创造的设备的测试中呢，出现的立场任何人都是无法解释的。而科季列夫呢，只能默默地自己记录着这些实验，并留下一些珍贵的实验记录。所以结合科季列夫镜启动时迪克森小屋上空出现的神秘飞行物以及扭曲的时光，有人就猜测呢，科季列夫镜的力量存在未知。当实验室造成了正常时间的扭曲之后呢，特殊的空间里的高维生物便会感受到威胁，进而呢利用各种方式呢与参与实验的人员呢沟通，并警告和威胁他们。而整个实验团队的人都注意到，他们开启实验装置的瞬间呢，当时的指南针会突然的疯狂抖动，然后指南针瞬间调转了方向。或许
这正是科基列夫所说的反向镜像呢？而在场的科学家呢，都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因为科基列夫当时不在场，实验呢是在1990年的科基列夫去世之后进行的。当时的科学家维尔卡切夫和亚历山大特罗菲莫夫呢，想要利用科基列夫镜进行时间旅行的实验。他们让一个志愿者坐在一个结构中要求他放松，没有要求他有任何的事情。但是这个人却经历了恐惧和奇异的感觉，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是睡着了还是进入了另一个现实呢？因为就在刚刚，他们还给他戴上了电线帽，把他放进了设备里。转眼间，他说他就感觉到自己出现在了一个空房间里，然后他就突然看到了一个没有脸的人影。那个人就对他说，他的星球呢正在处于危险之中，可能会发生灾难。他问什么时候呢？但是那个人只是静静地站着。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了科学家们当时一片惊慌。原来实验室正在进行的时候呢，实验室的上空居然出现了一个发光的不明物体。当他恢复意识的时候呢，实验室里所有的钢制的物体呢，居然都被磁化了。科学家们就说每个实验的参与者呢，居然都看到了不同的东西。有的人在镜子里感觉到了有东西从两边靠近，然后呢，还会看到熔岩从椅子底下滚过，甚至呢，听到了火山爆发的声音。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灾难来临的一种预兆呢？而有的人在镜子里还遇见了自己，有的人说看到了自己的前世，甚至亲眼见证了历史事件。但是有一件事情让很多参与者都产生了共鸣，因为其中85%的人感觉到自己被释放到了太空之中，75%的人说都看到了不明飞行物，68%的人说呢有东西在注视着他们。观察者呢是不露面的类人形生物，而志愿者们都觉得这些生物呢有某种力量控制了他们的思想。所以科学家们就认为呢，科基列夫镜呢直接刺激了人脑的松果体，而影响了身体的许多过程，比如说免疫力系统睡眠觉醒周期，甚至是情绪，也增强了心灵感应的交流。这也就是为什么呢，志愿者有被观察的感觉，也能够看到不同时代的原因了。那在科基列夫生前呢，他的研究就被认为会对实验的人员造成负面的影响，会让人产生幻觉。但是也有些人认为呢，这些都与科基列夫镜无关。后来呢，因为对此事的分歧呢，所以科基列夫呢居然被解雇了，甚至还剥夺了他的工资和养老金。于是呢，科基列夫居然贫困地度过了余生。那科基列夫镜呢，如今已经应用在了医学上面，用于治疗的目的。很多的患者都说在接受过镜子的治疗后呢，感觉到了精神焕发。可见呢，这种镜子是无害的。但是如果你得到了科基列夫镜之后呢，你会用它做什么呢？是准备回到过去，还是向往我们的未来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